哥哥，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在身子口外面，妈妈在等我。我后来还是带女孩找到了妈妈，但就在1天前，我因为咬了一口不该咬的东西后，被传送到了这个世界。其实那东西缠着我好久了，每次在我一睡着的时候，就会有触手爬进被窝，不仅紧紧缠绕着我的身子，甚至还会伸进我的嘴里，研究我的口腔结构。这天我实在没忍住，咬了一下触手，接着一道声音突然出现，炸醒了小镇所有的人。35位面小镇全部通关玩家应修进入副本。当以全部通关字样出现在玩家屏幕上时，整个小镇玩家包括鬼怪们都傻眼了。而副本鬼怪接收到本次玩家信息的瞬间，顿时大面积的鬼哭狼嚎，埋怨是谁把6年前杀穿副本的男人拉进来的。为了不再被我杀完通关，鬼怪们只能去申请更改规则，把副本难度加强，并且让我不能害鬼怪。接着把这次副本里的鬼怪全换成新人。在一阵稀稀簌簌的讨论声过后，副本正式开始。伴随着传送的白光，我缓缓睁开了双眼，一脸疲惫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着这间女性的房间。对于这个副本我已经没啥印象了，但脑子里却想起了这次副本的前景提示。副本主题是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住进了外婆所在的怪物小镇，可女孩妈妈有事去离家3天，在此我需要帮小女孩成功度过这3天。房间里有妈妈留下的纸条，提示你身边的一些危险事项。我努力地回忆这个副本的信息，但脑子里的记忆还是很模糊。接着我起身打开房门，找到了客厅里的2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玩家们都很熟悉的生存规则。规则1，不能让小女孩看到副本内的规则。在看完这条信息的同时，另一个房门突然打开，一个抱着兔子玩偶的小女孩从房间里探头出来，她一脸疑惑地望着我。你看的是什么？是妈妈留给我的纸条吗？能让我看看妈妈给我写了什么吗？我懒懒地敷衍了一句，无视小女孩接着看规则。规则2，不能拒绝小女孩说出口的请求。红裙小女孩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身边，扯着我的衣摆问我，哥哥，你就给我看看嘛。就在她说话的瞬间，隔壁突然猛地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声，那声音撕心裂肺的让人心头一震，而我却面无表情地与小女孩对视着。余光瞟了一眼手中的2张纸条，一张副本规则和一张妈妈的纸条，但是不能让小女孩看到副本规则，就意味着所有的规则都不能让她看到，包括妈妈的纸条，但又不能拒绝小女孩的请求。这时我似乎明白隔壁那惨叫声怎么来的了。看着对面小女孩弯着诡异的微笑向我讨要规则时，就知道这规则给不给都得死了。这下不止我沉默了，连屏幕外的玩家也有点束手无策。我冷漠着脸，伸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发，努力表现着温柔说道，你别着急，等我看完了再给你看。闻言小女孩纠结了几秒后勉强答应下来。而在安抚完小女孩后，我继续顺着纸条往下看，上面写着需要帮助小女孩按照妈妈的纸条行事，并且不能给她任何武器，还得隐瞒小女孩的存在。我看着规则里还有条跟室友相关，按照规则是绝对的这句话，就说明副本里绝对有一个是我的室友。正在这时，客厅另一扇门突然打开，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在进入副本前，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突然来到我房门外，一脸微笑地看着我说，他们说我可以在镇上选择一个室友，我可以在你这儿住吗？没想到他也进入副本了。这时小女孩盯着突然出现的黑衣男人，瞬间紧张起来了，拉扯了一下我的衣角说道，哥哥看完了吗？现在能让我看看妈妈的纸条了吗？还没看完呢。我担心他在旁边会探头看到，便起身在屋子里踱步，接着看向妈妈纸条上的规则。首先是不能出门和开门，并且每天都得吃饭，夜晚一定要待在房间里，也不能照镜子，在3天之后去取一个快递。随后我把2张纸条翻过来后查看，发现背后还有2条规则，一是要把怪物的尸体留在小镇祭台上，二则是需要让小女孩完成所有妈妈纸条上的规则，并且还有1条被紫色笔划掉的规则，不能杀死任何鬼怪。这时我心想着，既然被划去了，就意味着可以杀鬼怪。听到我的碎碎念，沙发上的小女孩顿时一僵。这时旁边的房门再次打开，换完衣服的男人走了出来。这次我询问了男人的名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默。你好，李默，我叫英修，
请问你现在能张一下嘴吗？下一秒，我就把2张纸条全塞进那张满尖牙的嘴里。林默顿时一愣，接着一阵密密麻麻的咀嚼，把纸条吞咽了下去。此时反应过来的小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随后一边扯着我，变得面目狰狞，稚嫩的脸变得扭曲起来，张开的嘴巴越来越大，从喉间涌出的不再是哭声，更像是怪物的嘶吼。看着小女孩模样，眨眼间变成怪物，但此时我却很淡定地牵着她走到桌边，嘴里懒散地敷衍道：“别哭了，都怪哥哥不小心把纸条弄没了。不过哥哥记得上文的内容，哥哥复写一遍给你怎么样？”闻言，小女孩哭声一哽，扭曲的脸上浮现出了迷茫。这可以吗？但副本规则已经被林默吃掉了，而且我手写的规则就不属于副本的，也并不违背小女孩看妈妈纸条的意愿。小女孩看着露出凶狠气息的林默，只能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这时我简单概括地修改了一下内容，因为有不能出门和照镜子，所以我在纸上写下了少上厕所。接着又细细地想了一下规则，便在纸上写下了这几点：一天吃1顿，并且吃完就回去睡觉，白天少出来，晚上不准出。小女孩有点纠结地看着纸上的内容，对着我反复地询问：这真的是妈妈要求我的吗？可1天吃1顿饭是虐待啊！闻言，我一脸沉重地告诉小女孩：没办法，你妈妈就是想要虐待你。小女孩唰的一下掐起了兔子玩偶，顿时脸色青白交加。明明她妈妈不可能留给她这样的纸条。此时小女孩很有怨言，但却不敢声张。我淡漠地无视了她的情绪，一把拎上她，丢回到了房间，并和她叮嘱道：饿了或者要上厕所就叫我会给你开门的。说完就锁上了房门。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小女孩万万没想到，作为怪物的她居然被囚禁了，顿时眼神变得凶恶了起来。要是让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狠狠地啃掉你的脑袋！就在小女孩被我送回了屋里没多久，走廊上的其他房间里陆陆续续传出了玩家的惨叫声。我淡漠地收起纸笔，朝着客厅方向走去，就看到坐在角落的室友一幕。我率先朝着林默开口：我知道你看不到规则，所以无法应对副本，我不会询问你的一切，也对你到底是什么没兴趣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开门让我陷入危险，我进入副本拉了你一起，如果你想顺利的从这个副本出去的话，就听我的。好。林默听完微笑一下，另外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我？这或许不可以。那至少在我睡觉的时候别盯着我。不盯着，但要待在你身边。顿时我眼眸一暗，被对方蹬鼻子上脸了。准确的说是，对方一直在试探可不可以得寸进尺。就在这慢慢凝固的氛围中，突然不远处的屋子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。我迅速起身打开了小女孩的房门，发现她还待在里面。接着我关上门后转身来到窗边，在拉开窗帘的一瞬间，刺目的光亮照射进房间，一张陌生的脸啪嗒就贴在了窗前。屏幕外的玩家都被吓得一哆嗦。只见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双瞳充血地趴在窗上，竭力朝屋子里找寻什么东西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是不是在这里？是不是藏在这里了？我淡然地无视了眼前的女人，侧头朝窗外看去。屋外的场景像是在偏远的山村里，跟背景提示上的小镇不太对得上。而隔壁的邻居就是本次副本的其他玩家，大家各自独占一个空间，共同进行了副本的前期剧情。随着剧情推进，到最后会逐渐汇合到一起。此刻外面的草地上，一名玩家正惊恐地抱住自己的脑袋，瞳孔涣散地看向自己屋子方向，不断地大喊：死了，他死了，他被杀了，我也要死了，我马上就死了。随着他嘴里不断地嘀咕着听不懂的话，双手开始控制不住地缓缓抬起。我还没明白这名玩家口中的他是谁时，就见到玩家猛地掐住了自己的脖颈，手像被什么无形力量操控着，任凭身体怎么挣扎，脖颈上的手依旧死死掐着没有松开，直到脸色涨了青紫，眼球突出，在漫长呜呜咽咽的挣扎中，就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倒了下去。刹那间，旁边房间的玩家传来了满是震撼的声音：我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副本大部分都是新人，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场面，其中有人惊恐地叫喊起来：他死了，他肯定是触犯规则了。他到底违反了哪条啊？我好害怕。伴随着传荡而来的议论声，我缓缓把目光挪向了正趴在窗前的女人。我记得刚才那个玩家一直嘟囔着他死了，那么这个他肯定在他房间里，不然玩家也不会惊慌地跑出屋。而能影响到玩家存活的就只有那个小女孩了。不是玩家触犯了规则，而是没看好小女孩，让小女孩触犯了规则。窗前的女人依旧死死地趴在玻璃上，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，甚至在她看到屋里有小女孩的东西时，脸上都裂开了大大的笑容。瞳孔放光的她喊道：
我看到了，屋子里有他的东西，他就在屋子里，他一定是被藏在这个屋子里了。在发现这一点后，女人立刻转身往外跑，嘴里还在不停嘀咕：我要去叫其他人来找他，绝对要把他找出来。听到这话，顿时我眉心一跳。根据副本规则5的记载，不能给外面任何人开门，并且还得隐瞒小女孩的存在。而妈妈的纸条上也有记载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小女孩。我赶紧叫住往外跑的女人，她嘴里的其他人让我有很不好的预感。女人嘿嘿笑着转过头来：一个怪物小女孩，是不是藏在你家里了？我平静地否认，我只有一个女儿在外地上学，还没回来。女人看着我面不改色的胡说八道，顿时愣住了几秒，后知后觉地才接上我的话：女儿？原来那是你女儿的东西啊！我趁着女人没反应过来，又迅速地询问了一句：你找那个怪物小女孩打算做什么？女人苍白的脸再度勾起诡异的微笑：她是怪物，是镇上的祸害，当然要杀了她。很显然，刚才那个玩家的错误操作，让这个女人进屋把小女孩杀了。我必须把这个女人敷衍过去，不然等她怀疑上的话，肯定会喊人强行进屋搜查的。随着我的思绪一转，女人又再度趴在了玻璃窗上，一脸阴森诡异地朝我问话：你看上去很年轻啊，不像是已经结婚有了女儿的样子，而且还是个已经能去上学的女儿，年龄对不上吧？我没想到她会突然开始刁钻的盘问，沉默几秒后回答：是我领养的。女人笑容开始变得意味深长，年纪轻轻领养一个可以上学的女儿，理由是什么？还是说屋里的就是那个怪物小女孩？我淡然地沉了一口气，因为不能生，所以才领养的，还能有什么理由？女人开始越发恶意地逼问：不能生谁不能生？是你还是你老婆？该不会你连老婆都没有就先去领养了吧？在女人尖锐的盘问下，我淡定地侧过身子，指着在角落里坐着的林默说道：她不能生。女人视线往里一探，看到林默后瞬间僵住了。这是个男的，老婆是男的，那确实不能生。看着我这乱来的操作，女人一时间都抓不回主导权了，但也挑不出我的毛病，只能转身打算去其他玩家那里转转。在女人刚一侧身，突然我背后的屋子里咚的一下传来了一阵撞击声，瞬间引起窗外女人的注意。她的脸唰地贴回了玻璃上，瞪大了眼睛，声音变得兴奋起来：你女儿不是在外上学吗？屋子里刚才的声音是谁的？是不是她？此刻面对女人的质问，我波澜不惊地回应：房间里的是狗。听到这话，女人并不相信，于是我转身敲了里屋的房门，威胁道：叫2声不叫等死。里屋发出了微弱的狗叫声。看到我这操作，女人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，她提议要看看狗，我直接唰地拉上窗帘。鬼扯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她总不能带一群人过来就为了看狗吧？接着我开始拆卸厕所的镜子，然后给小女孩做饭吃，完成妈妈纸条上的要求。看到我进房间，小女孩立即紧张起来，手上的兔子玩偶揉搓着都是血迹。我将饭盒放到桌上后，目光扫了一眼小女孩的四周，发现地毯上和小女孩身上都蹭着不少血迹。我猜测大概是其他房间的玩家的，在这里的玩家都处于独立空间内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女孩，这些小女孩其实都是同一个人。看着小女孩脏兮兮的要上桌吃饭，我连忙制止，紧接着用毛巾把她身上的血迹擦干净。之后我并没有转身离开，而是看着她吃完，毕竟规则上写着必须要她吃饭。我担心一出房门，这个小女孩就偷偷把饭倒掉。在吃完后，小女孩突然朝我问了一句：花哥哥，睡觉前能来给我读故事吗？因为规则的原因，小女孩说出口的要求无法拒绝，我只能点头表示睡前会过来。渐渐的夜幕降临，我在天黑之前赶到小女孩房间，得尽快把她哄睡着，不然等会儿可能要经过夜晚的客厅了。接着我伸手拍了拍小女孩的被窝，语气温和地问道：想听什么？我没有哥哥，所以想知道花哥哥你的故事。可我不太记得以前的事了，近2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，连我在我住的小镇里待多久都忘记了。哥哥失忆了吗？那哥哥是因为什么来了这里呀？找人，我在找人的途中来到了这里，找一个跟你一样大的一个女孩子。找谁？你的妹妹吗？但是都过去6年了，你还没找到吗？她肯定还活着，所以我还在找，等我找到了会带来给你认识认识，所以现在就早点睡吧。闻言，小女孩支支吾吾地点了点头。
接着我便起身离开了房间。这时外面的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我走到客厅中央时，突然感觉出现了什么东西。我站在原地，单手握着刀柄。根据副本规则6记载，夜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要去客厅，不要被他找到。很显然那个他出现在了客厅，但却没有直接对我发起攻击，而是在周围寻绕着。我开始无意识地思考着，自己的什么举动会让对方没发现自己，是没有出声还是没有动。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，看来又有其他房间的玩家遭殃了。此刻在直播画面上，正在观看的玩家清楚地看到，那些还在客厅的玩家被黑暗中的什么给吞噬掉了，他们甚至看不见是什么东西。我静静站在黑暗里，感觉到有东西在身边游走。许久后，那东西似乎没发现什么，才慢慢地从客厅里退去。我用余光打量着客厅，确认没有什么东西存在后，才试探地往前走到自己的房门，浑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每一步，脚下都跟着一个影子，随着我进入了房间。我在回到房间后收拾了一下，就当床上睡觉了。感觉实在有点累了，打算小憩片刻再出去查看。迷迷糊糊的困意落下，我并没有看到自己床边的黑色脚印。在睡到半夜，突然一股沉重感压下来，我猛地睁开眼后，却发现自己动不了。黑暗中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将我四肢缠绕着。根据副本规则7的记载，如果有东西进入房间，应该大声呼叫室友来找你。我不知道自己哪里触发了规则7，但意识清醒过来的瞬间，正要张嘴喊隔壁的室友林默时，那东西立马窜上来堵住了我的嘴，叫喊的声音都被堵在喉咙里，一股黏腻流动的寒意进入了我的口腔，在我的嘴里好奇地试探着摩擦勾画，像是在研究人类口腔的构造。我拧眉用力挣扎着，试图夺回身体的掌控权，可在巨大的压迫之下，躺在床上的我几乎毫无反手之力，即使有挣扎也只能换来一点点扭动，就像这个东西是在玩弄我一般。此刻副本外的玩家也发现了我的异常，其余玩家一点都不能动，只要一动就会被绞死，而我却还能偶尔挣扎一下，时松时紧，把我的反抗当成调剂。我也意识到，只要我不动之时，就会松散一点，让我有掌控权，但只要一反抗，就会牢牢把我禁锢。这时他在研究完我的口腔之后，就捂住了我的嘴，开始满身爬，研究起其他的地方，就像找到一副研究材料一般四处探索。我微微喘了口气，开始静静地攒着体力，等待下一次的行动点。在察觉到对方松懈的一瞬间，我右手猛地握住腰间挎着的刀，寒光一闪，黑暗中似乎有什么被撕裂了。不等他有再次缠绕上来的机会，我猛地朝门口开口喊了一声李默，声音飘过客厅传到了另一个房间里，正静坐在黑暗中的男人唰地睁开眼，脸上一成不变的微笑比平时更耐人寻味。李默微微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掌心，赫然出现了一道刀口，割裂的地方还涓涓流淌着黑色的液体，但很快就缩了回去，就连伤口都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原来人的口腔是这样的。李默若有所思地嘀咕着，紧接着从椅子上起身，缓缓打开房门走向我的房间。随着李默的到来，意味着是要跟他待到天亮，就算安全地躲过一劫了，但躲过了那个看不见的存在，又得和李默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诡异共度一夜。此刻我的心依旧静不下来，我起身和李默简单讲了刚才的事，以及现在需要他这个室友来履行身份义务。可以待在这个房间里观赏你一夜，对我而言乐意至极。房间里没有别的床，我也不会让你到我床上睡的。此刻我很警觉，已经做好在椅子上缩一夜的准备了。但李默进屋关门后，便走向屋内的椅子边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上面。没关系，我坐在这就好了。我沉默地盯着李默的身影。现在的屋子里很黑，他的身影也很黑，静悄悄毫无声息，简直跟不存在一样。我心想，就当是自己不小心触发规则的惩罚吧。虽然没死，但熬夜李默的注视也算是惩罚。随着夜越来越深，突然每个玩家的客厅里都缓缓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，在客厅里徘徊巡逻着。接着这个游荡的鬼怪在客厅转了一大圈后，慢慢地挪动到玩家房门前，敲了敲房门，模仿着玩家室友的声音骗玩家开门。那些没有戒备的玩家直接起身就去开门，但在开门的瞬间，黑影唰地窜进去干掉了房间内的玩家。这时我房门外的客厅中也毫不意外地出现了真正的副本鬼怪，但在鬼怪只敲了一下门，坐在椅子上都没有动的李默忽地一起身，大步走向门口，打开了房门。接着黑影扭动着伸出手抓住了李默，将他拖进客厅的黑暗中。漆黑中响起了让人头皮发麻的咀嚼声，细细地啃咬着，像是在吞噬什么一般。还在观看副本的玩家纷纷发出弹幕：死了！银修的室友果然是新人啊，这第一个晚上就死了。哎，银修要单刷了，不知道他醒来看到室友死在客厅会是什么反应。伴随着弹幕的讨论声，客厅里持续了几分钟的撕咬声缓缓停了下来。
似乎已经吃完了。这时，迪莫淡然地从客厅的黑暗中走了出来，满身是血的回到房间，关上了房门。瞬间，弹幕上的玩家都炸了。他怎么满身是血啊？不是，他为什么还活着？我刚刚明明听到了吃东西的声音，不是鬼怪在吃他吗？咱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是他吃了鬼怪？